大家好，这一回的话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个人所得税 APP 的问题啊，因为我刚好前天我的表哥找到我，他说税务局打了电话，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然后还发短信跟他说你要汇算清缴啊，他根本就不懂，然后跟他说让他下载一个个人所得税 APP 去申报啊。当然的话，税务局肯定不会告诉你怎么申报流程，因为这种讲起来很多时候是一个电话能完成的，他只是通知你让你去赶紧去申报啊。否则的话会产生滞纳金或者其他法律风险啊。那他找到我了，让我帮他弄啊。那么我一开始注册成功之后点进去啊，默认的话他要交4000多税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有扣除选项的啊。扣完之后啊，最后操作啊全部完成之后，他不仅4000块税是免掉的，零税率，而且还可以退税5000多啊。总共这样的话，他找我这一次他省了9000块钱。也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啊。当然的话，我这边想说明一下啊，不是什么黑科技啊，也不是什么造假啊，完完全全合理合法的，就是你就申请扣除就行了。只是很多人不懂，连这个劳动收入跟劳务收入分不清楚。因为我哥他是劳务收入比较多，他有笔33000的劳务收入到账，那笔钱呢被扣了劳务收入说是5800啊，所以说呢，他把这个劳务收入这个税啊，劳务收入本身的预扣比较高嘛，然后他退回来了啊。最后一算的话，所得税啊，这个所得额是比较小的。那么这边的话有公众号啊，公众号的话是一个网上的反诈宣传啊，其实告诉你就说不要相信什么专业代办个人退税啊。所以说我这个视频就教你怎么去退税，比较简单啊。如果说你找一个人啊帮你，他愿意帮你，你给他个几百块钱啊，或者说一点小钱，那帮你付出点劳动，付出点时间，那这可以。但是你不要把账号啊给别人啊，这种的话很有可能他帮你造假，这个是有法律风险的。那比如说啊，声称可以利用虚假资质啊、名义等方式啊提交个人退税服务啊，这种就不要参加，这个国家羊毛你别乱薅。其实我说的退税啊，只是说呢，我也跟我哥表说了啊，我跟我表哥说，我说这个退税啊，其实也就是把你的钱，你交的税钱退还给你而已，你没有羊毛可以薅的。那么首先的话，我打开一个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啊，这个网站的话，这个公告的话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呢，然后这边的话写的比较好一点啊。我觉得啊，其实很多人他真的不知道啊，比如说有些人做淘宝客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，还有一些人从抖音上获得收入啊，抖音上获得收入其实也算劳务收入，所以说劳务收入它预扣税率是很高的啊，基本上800块钱到4000块之间的话，要收20%了。那所以说呢，像我表哥这样子一下子收33000的劳务收入的话，他被扣了5800啊。那有一些朋友还有做视频内容的啊，视频的话，比如说你从 B 站啊。那个西瓜视频、头条啊，那么你获得广告收入，其实这个也算劳务收入啊。你这个是可以，有些人如果说一年到头啊也没赚多少钱，你这个可以退税的啊。我只能说很有可能可以退税啊。这边的话怎么说呢？啊，这边的话有个公式啊，就是应退或应补税额这个公式啊。那综合所得税，我们这边看哪些是不能变的量啊？我们看变量啊，比如说这个综合所得额。这个是固定的，你赚多少钱，这个你去变它干嘛？难道你把收入降低吗？不可能事情啊！那收入肯定是越高越好啊，收入越多的话，多交点税无所谓啊。6万元这个啊免征额这个算了啊，3险1金这个等专项扣除，这个是跟社保挂钩的啊，你也没法改啊，社保是这个基数的啊。那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啊，这个就可以添加，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添加。当然，我确确实实添加的时候，我也发现了啊。有些人真的搞不定啊，特别是结婚证啊，他这个添加子女，你不仅仅要输入子女什么时候开读书的，什么时候结束读书的，以及啊这个配偶信息啊，配偶信息什么时候结婚的，结婚证啊，结婚证很多人搞丢了啊，等一下我会讲怎么去找到这个结婚证登记日期。那么后面的话是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啊，符合条件的公共慈善事业捐赠啊，这个一般是捐款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抵扣的啊。所以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吧啊，网上的一个事件啊，捐了50万啊，他这个也是可以算这个扣除选项的。那么有些人会讲啊，我这个好像都没有通知我要汇算清缴嘛啊，其实这样子的啊，那有些人是不需要的，就是有些人这几个不需要的，那你这个综合所得收入啊，全年不超过12万的啊，这个汇算补税金额。如果说你要补税金额啊，不超过400元的啊，这个也不需要啊。下面的就这些东西啊，有些的话你可以退税，但是你不要退税啊，你就不要啊，那你也可以不用办啊。好，我这个是个人所得税 APP 的截图啊，收入纳税明细啊。前段时间我还跟一个开滴滴打车的朋友，我说你看看你这个收入里面有没有的劳务报酬啊，然后劳务报酬的话，你很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可以退税的啊。我给他讲一下啊。
那么默认它勾选4个选项啊，下面的话其实是单独计算的啊，比如说股息、利息啊，这单独计算的啊，这个不算啊。那么就前面4个啊，前面4个工资薪金，什么叫工资薪金呢？这个叫劳动收入啊，就是劳动人民嘛啊，就是付社保啊，就正常上班的，有签订劳动合同的，劳动合同跟劳务合同是不一样的啊。劳务一般来说是按次数计费啊，就是为什么我表哥会有劳务收入呢？他是因为帮一个公司做了一个承接的活啊，这个活呢，当时开发票呢是用个人的名义去开的，所以说对方付给他啊，这个发票开过来的话就是按劳务报酬来给他支付收入。那么下面的稿酬跟特许权使用费啊，这个的话一般来说啊很少有人用到啊，所以说这个不说了。那这个标准申报里面的话，它也有1、2、3啊，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一样的啊，就是不足12万的话，你是可以免申报的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不足12万啊，但是你想退税啊，你也可以申请啊，可以申报，干嘛不把自己的钱弄回来呢？也许你本身就没钱的人，对吧？好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扣除啊，其实别的东西你不用管啊，赚多少钱那是你不是可以控制的，但是扣除选项只有专项附加扣除，其实这个是应该2项啊，专项扣除跟附加扣除。专项扣除就是社保这块3险1金啊，这个的话你没法改的，改不了的，所以说只能找附加扣除啊，附加扣除就这些东西啊，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啊，大病医疗。这个都很好理解啊，我一个个讲啊。首先说子女教育啊，比如说我表哥他女儿今年刚刚要毕业，比如说今年2024年嘛，6月份毕业了，然后去年他是现在2024年是申报23年的年度的，所以说在23年的全年，他女儿是全部读书的，按照1个月1000块钱来算，这个可以扣除成本啊。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个利润啊，就是说收入减去支出嘛啊，这个支出的话，你最多一个子女享受12000元人民币的扣除。但是我发现我嫂子把这个子女填上去了，我嫂子已经把它扣掉了，所以说我哥这个12000他没法扣除啊。当然在添加的时候呢，这边需要配偶身份啊，配偶添加上去。有一个非常难的点就是要结婚证啊，结婚证很难找不到啊，且要输入结婚证上的日期啊，甚至我哥跟我嫂子还在说我们是5月1号结婚的，其实那个是办婚礼的时间，不是说你真正婚姻登记的时间，要以婚姻登记时间为准。那么有个非常好的办法，怎么去找呢？打开支付宝，搜索电子结婚证，就可以出现一个地方啊，然后你去看一下。打开之后呢，我哥发现，这个登记日期什么证件日期是2022年的，其实不是的啊。你再点进去看婚姻登记日期，它能显示出来。因为我哥他这个证是丢过一次啊，去重新补过一次，挂失过一次，所以说他2022年的补过一次证件的日期。所以说这边的话你自己添加好啊，添加好一个子女的话12000啊，能省下钱啊。好，这边的话说这个比较常见的啊，赡养老人，比如说我哥啊，他有个弟弟，那么他们是2兄弟，他们共同抚养一个老人啊，就是妈妈啊。那么妈妈的话，这个原本啊也是1000块钱1个月啊，就是这样的话，1年的话是12000啊。那这次的话我发现啊是1500，我刚才网上查了一下，现在是涨了，就是共同抚养老人啊，其实这个老人是可以算3000块钱1个月的。如果2兄弟的话，你每个人平摊的话，扣除的话，每个人可以扣除按月扣除的话，一个人投1500。简单的说就是说，这个老人每个月要花3000块钱去养，你们2兄弟一个人可以摊平，一个人1500啊。那么这样1年的话是12个月的话，刚好是18000可以扣除。像我哥的话，我把它添加进去，那么就是18000啊扣掉。好，住房租赁信息啊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我朋友啊，包括我身边的人也经常遇到啊。其实呢，不是他们租房子，他们是给别人租房子啊。就对方要这种合同啊，有备案啊，其实他也是拿去说这个是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的啊。这个的话看地方，每个地方不一样，有的是18000，有的是12000，有的是9600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这个看城市级别，就跟好像我们出差报销一样啊，去上海报销跟去别的地方报销。那宾馆酒店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是房贷啊。如果说有些人呢房子呢又在贷款，结果这房在装修不住人，那么我又搬出来去租房子住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你只能2选1啊，要么你就是选择这个房租扣除啊，要么就是选择这个贷款利息扣除，房贷扣除啊。房贷的话只能扣除12000，那么房租的话看地方，如果你这个地方是省会城市的话18000，那就选择这个房租扣除吧。好，这个的话是大病医疗啊，大病医疗申报的话，填报的话，其实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这个看病啊，比如说大病看了这个3万块钱人民币啊，
那么这个3万块钱是你自付成本啊，等于说是全部社保报销之后，你自己还掏了3万块钱。这个3万块钱里面，你再去减去15000，这15000是可以报销的啊。比如说，但是有个人如果说看病看了10万块钱呢啊，10万块钱你掏了10万块钱，等于说社保全报销之后，你还花了10万块钱啊。这样的话，你10万减去1.5万，那么还有8.5万。8.5万，但是有个封顶机制啊，最高只能8万啊，所以说这边可以最高可以扣除8万啊。那么下面这个3岁以下婴幼儿这个照护啊就不管了啊，我这个也不弄了啊。那么反正你能操作的层面就这些层面啊，你把这种添加上去啊，尤其这个继续教育，我刚才还没讲啊，没有截图啊。继续教育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要么就是在职研究生啊，学历提升这种啊，4800一年啊，还有一种考证啊，考证的话是最多是3600一年啊，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比较少啊。最重要的啊，就子女教育跟赡养老人这两个是大头啊，而且这个呢是年年你都可以享受啊，非常好啊。所以说呢，别忘记。另外的话，如果说你想税务稍微筹划一下的话啊，就是这个子女的话啊，你100%扣除或50%扣除的话，如果说夫妻双方有一方啊，就是他这个所得收入啊不是很高啊，就是那你这个把子女教育这个100%扣除啊，放到这个你们家夫妻双方里面，谁收入高你就放到谁名下就行了，就这道理啊。反正收入方面你是没法更改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你只能靠这个更改，没别的办法的啊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就是这样子做。